现在人人爱网购，快递包裹每天在我们家门口出现。然而，一个看似普通的包裹，可能让你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听起来夸张吗？但包裹诈骗已成为近年来最猖獗的诈骗之一，许多长辈和家庭一个不慎就中招。根据警方统计，光是今年9月份，全台网购包裹诈骗通报就有3625件，数量居各类诈骗之冠。也就是说，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因为签收了不该签收的包裹而受害，每年的财产损失以亿为单位计算，很多人真的因此倾家荡产。我们今天就要深入拆解7种最新包裹诈骗手法，从神出鬼没的幽灵包裹到假冒亲友的惊喜礼物，各种招数防不胜防。我们不仅要看看这些包裹外观上有什么破绽，更要了解骗徒如何精心布局，让人一步步掉入陷阱。千万记住，只要看到可疑的包裹，务必提高警觉，不要轻易签收。现在就让我们逐一揭露这7大诈骗套路，守住荷包安全。首先要介绍的是近来最常见也最容易让人中招的幽灵包裹诈骗。所谓幽灵包裹，就是你根本没订购任何商品，却莫名其妙收到取货通知的包裹。场景可能是这样的：某天你收到一则简讯通知，你有一件网购商品已送达超商，请携带证件付款领取。你愣住了，我根本没买东西啊。但转念一想，最近家人也在网购，会不会是家人替你订购的东西？又或者是哪位朋友寄给你的惊喜礼物？在好奇心和侥幸心理驱使下，你跑到超商，乖乖付了几百甚至上千元货到付款，拿回家打开包裹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瓶廉价的防晒霜或者3流的小饰品，完全不止你付的钱。这一刻你才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人帮你下单购物，一切都是诈骗。这个陌生包裹就像幽灵一样凭空出现，专门引你上钩。为什么幽灵包裹这么多人会上当？因为它利用了人们生活中的小疏忽和好意。很多人平常确实常买网购，偶尔忘了自己订过什么，或者夫妻、家人之间彼此买东西，难免搞不清是不是对方买的。诈骗集团正是抓住这一点，在你没有订货的情况下，主动寄出包裹，再群发简讯通知取货。他们赌的就是你会以为可能是家人帮我买的，不好让人家的好意白费，所以爽快付款签收，等到拆开才知道受骗，但钱已经进了骗子的口袋。这类幽灵包裹通常有哪些特征呢？通常寄件人资讯很模糊或者让人误解，例如寄件地址可能写着你不熟悉的外县市甚至国外，寄件人写着奇怪的商店名称。还有一个超明显的特征，有些受害者事后发现，包裹箱子上的货运单据贴纸下面隐约能看到旧的寄件标签，这意味着诈骗集团重复利用同一批箱子和物流单，骗过一个人就撕下标签，再贴新标签，继续骗下一个。想象一下，这箱子可能已经骗过好几个人，只换了名字又送到你手上。除此之外，幽灵包裹通常都是货到付款方式，而且金额不算太高，几百元到1-2千元新台币左右。骗徒心里算得很清楚，金额太高你会警戒不敢领，但几百块很多人心想，万一真是自己或家人买的，不取货反而麻烦，于是就乖乖付钱了。结果几百上千块钱虽非巨款，但骗徒撒大网，一天寄出上百件，一天下来进账可观。一名谢姓男子就曾因工作忙碌，一时搞不清楚家里是否有人下单，付了将近1000元领了幽灵包裹，打开才发现是莫名其妙的商品，才惊觉受骗。如何防范幽灵包裹？原则很简单，未订货请勿取件。对于任何来源不明、自己没印象订购的包裹，就算简讯写得再逼真，包裹看起来再普通，也请直接拒收。取货前先和家人核实有没有订购过东西，如果家人朋友都没有，10之8九就是诈骗。尤其是长辈们，千万记住，天上不会掉下无缘无故的礼物，千万别因小小贪念或人情压力就自掏腰包替不明包裹买单。只要我们多一通电话确认，多一句问问自己，我真的有订这个东西吗？就能让幽灵包裹现出原形。当然，如果真的一时大意，领取了也别慌。目前4大超商都有申诉退货机制，只要7天内提出客服申请，保留好包裹的外箱和寄件资讯，
还是有机会把钱追回，将损失降到最低。但是防范胜于事后补救，我们应养成习惯，对陌生包裹提高警觉，不让幽灵般的陷阱有机可乘。接下来要揭露的是一页式广告诈骗，这其实也是包裹诈骗的一种，只是它让你自己掏钱下单。不知道你是否在脸书、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上常常刷到那些令人心动的购物广告，例如名牌球鞋只要原价3折，最新款手机大降价，限时抢购，进口保健品买1送2等等，看得人口水直流。这些广告通常点进去就是一个简单的购物页面，只有一页介绍，号称数量有限，要抢要快，并且通常只提供货到付款的方式，说什么支持货到付款，让您安心购物。很多人一看有货到付款，觉得可靠，反正货送到才付钱，不怕拿不到货，对吧？于是立刻下单。可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90%以上这一页式广告都是骗局。诈骗集团挂羊头卖狗肉，用超低价引你上钩，其实根本没有真正你想要的那件好货。来看一个常见剧本，小美在脸书看到某美容仪器打折清仓，只要市价一半不到，页面上还有许多看似买家留言好评，有人说产品有效，有人秀出使用照片。小美心动了，下单购买并选择超商货到付款。几天后，她去超商付了2000多元取货，结果回家拆开，里面根本不是广告上的高级美容仪，而是一个廉价的塑胶按摩棒，甚至可能连品牌标志都没使用，效果当然一塌糊涂。此时小美才惊觉受骗，但钱已经付出去了。更惨的是，有些受害者拿到的甚至是完全不能用的东西，比如订购高档电器，寄来一块砖头，或买名牌鞋，来的是劣质假货。新闻中不乏有人订购所谓便宜 iPhone， 打开包裹却是一瓶矿泉水或一包盐巴，气得直跳脚。为何这种诈骗成功率高？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贪便宜和侥幸心理，人都有占到大便宜的心态，看到原本买不起的东西突然超低价，谁不心动？再加上货到付款看似安全，其实正中骗徒下怀。因为当你付款拿到包裹的那一刻，交易已经完成，钱进了对方口袋，你才有机会验货，发现不对也来不及了。而骗徒刻意不接受信用卡或第三方支付，因为那样你还能申请退款或争议，他们只要你付现或刷超商代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绝无反悔机会。这种包裹在外观上有线索吗？其实很难，因为你确实有订过，包裹寄来的地址、收件人都是对的，只是内容物张冠李戴，除非你当场在超商开箱验货。所以这类骗局相当可恶，唯一能防的就是源头把关，务必提高警觉，慎选购物平台。社群软体上那些只有一页商品介绍，卖家联络方式只有私讯、LINE 或电子邮件，甚至没有公司地址的，千万不要随意下单。回想一下，正规的大型购物网站通常都有完整的购物车系统、订单记录、客服资讯，而且卖家信誉可查。相反，这种来路不明的小广告只强调汇款或货到付款秒发货，多半是假商家。警方提醒，诈骗广告常用关键词诱惑你，例如超低价、限时特惠、厂商倒闭、清仓等等。如果真的这么便宜的好康，全世界就你看到了吗？想想就不合理。切记，价格离谱，便宜的东西10之8九有诈，不贪小便宜才能避免吃大亏。第三种要曝光的是潜伏在我们手机简讯和电子邮件里的假快递通知诈骗。你可能也接过类似的讯息：您好，您有一件包裹配送异常，请点击以下连结更新地址。您的包裹因地址不明无法送达，请登录某某网站补充资讯等等。这些讯息常常还附上一个看似官方的连结网址，有的开头像 DHL、FedEx、邮局或黑猫宅急便之类，后面串一长串。收到的人一紧张，以为自己真的有包裹出了问题，急忙点了连结。就在你点下去的瞬间，危险已经降临。我们来模拟一个场景：小李最近等着一件心爱的相机从网购寄来，某天收到简讯，您的包裹编号 XX 配送异常，请即刻登录 xxx.com 确认。他没多想就点了，手机画面跳出一个仿真的快递网站，要求输入个人资料验证身份。
小李输入了姓名、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甚至 ATM 金融卡号密码。网站显示资料已更新，3日内重新配送。他松了一口气，却不知道噩梦才开始。几天后，他发现银行账户被偷偷转走了好几万元，这才惊觉当初输入的网站根本是钓鱼网站。他的信用卡和银行资讯早被不肖分子盗走，拿去网络盗刷。还有一种更恶劣的情况，你点了连结后，可能什么都没填，觉得不放心就关掉了。然而，就在你点击那一下，手机可能下载了一个木马程式，这恶意软体会在你手机背景运作，窃取简讯、网络银行、OTP 密码等重要资讯。一位张先生收到冒充邮局的简讯连结，他点了后没继续操作，但隔天他发现自己的行动银行被异常登入，账户里的钱被转走。原因就是点击连结时中招，木马偷看了他手机简讯里的网银验证码，结果短短几分钟内，他卡内10几万积蓄被转走，追也追不回。这类假快递通知如何辨识？其实仔细留意还是有破绽的。首先，快递公司通常不会要求你点陌生连结填敏感资料。真正的配送问题，通常快递人员会直接打电话给收件人确认地址，而不太可能发一个简讯网址要你自行填写资料。其次，诈骗简讯内容常有怪异的用词或符号，比如有网友提到他收到诈骗简讯，里头出现一个特别的词汇配编，正常的快递通知很少这样称呼包裹编号。警方也指出，配编2字是近期大量诈骗简讯的共同特征之一。另外，网址往往不是官方域名，乍看像是真的，其实细看可能多了奇怪字母或不同的域。举例来说，官网地址可能是 post.gov， 大片的就变成 post office w.x 之类，很长很复杂。凡是要求点击连结的简讯或 mail， 都要打醒12万分精神，就算上头有公司 logo 有你的名字，都不足以相信。最稳妥的方法是自行去查证，如果怀疑是真的快递问题，自己去官网或用官方 app 查询运单号，或者打快递公司客服确认。千万不要图方便，直接信了简讯就点进不明网站，少一步查证，可能就多一步破财。假快递连结诈骗除了道个知，还有哪些花样？有的连结会诱导你支付所谓重新配送费，比如讯息说包裹投递失败，请你补交运费50元。你一想金额不大，就输入信用卡付了，但实际上你付的不止50，而是信用卡被扣了更多，或者被定期扣款。还有人扫了骗局简讯付的 QR code， 被引导下载一个假冒的快递 App， 结果安装后手机中毒。骗徒的手法可谓层出不穷，就像变色龙一样改变伎俩，但万变不离其宗，要求你点连结、输入资料或支付。只要记住一点，官方快递不会用简讯附带陌生连结，要你提供金融资讯。遇到这种情况，多半是陷阱无疑。当你收到此类讯息，最好的做法是不要点击，不要理会，或直接删除。如果心里存疑，就自行联络物流公司查询核实。谨记，一时的好奇、点击可能招致长久的懊悔与损失。第4种骗术可以说是幽灵包裹的升级版，冒充亲友寄包裹诈骗。这招特别针对老年人和有爱心的人，利用我们对亲友的信任和情感来下手。剧本通常是这样的：某天，家中长辈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年轻人热情地说：“婶婶啊，我是阿志啦，还记得我吗？我最近在国外工作，难得买了些当地特产，想寄给您尝鲜。东西已经寄出了，可能今天或明天就会到您家。我托快递用货到付款寄送，大约需要您先代付3000块钱。等我回台湾就马上登门把钱给您，您先帮我收下哦。”这时婶婶大脑飞快转动，阿志？哪个阿志？听声音有点像远房表侄，好久没联络了。哎呀，突然送我礼物，多贴心啊！3000块钱先帮付也没什么，晚辈出门在外不容易。于是婶婶满口答应。不出所料，隔天真的有个快递送来一箱标明从国外寄来的包裹，收件人正是婶婶。他想起阿志的电话，二话不说掏了3000元签收。结果当晚打电话给真正的侄儿，一问对方却说
哈，我根本没寄东西啊，这才如雷轰顶，自己代付的3000元其实是白白送进的骗徒腰包，而包裹里的特产可能只是一袋便宜的糖果而已，甚至有时候里面装的根本是废纸，什么都没有。这类冒充亲友寄礼的骗局，为何长辈特别容易中招？其实诈骗集团抓住了2点，一是人情，二是惊喜心理。对长辈来说，突然有亲戚晚辈惦记自己送礼，那份心灵上的满足感会盖过理智的怀疑。尤其骗徒电话里常称很久没见，怕您不记得我。长辈一听，是呀，好久没联络的小辈，难怪声音有些陌生，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不记得，只能附和，人情就这样被套牢了。二来，骗徒塑造的是一个惊喜场景，谁不喜欢惊喜礼物呢？明知要你先垫钱，很多老人家也觉得这是小事，礼轻情意重，钱不重要。骗徒正是利用这种长辈疼爱晚辈、重感情的心理，一步步诱导他们，往往话术圆滑，可能在电话中先嘘寒问暖，问候长辈身体近况，增强可信度。当长辈问起近况时，对方还能对答如流，仿佛真的是亲友一样。事实上，这些讯息可能是骗徒事先从社群媒体或资料库偷来的，他们甚至知道某某阿姨有个侄子在国外，于是按图索骥，假冒。长辈们一听细节都对，就更放下戒心。如何戳破这层伪装，保护我们的长辈？首先要让家中长者知道，先付款再收礼，这件事很异常。真正的亲友要寄东西，多半不会让长辈代付货款，就算要，肯定事前多次沟通确认，不可能突然来这么一出。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当下直接求证，可以要求对方说出你的名字、小名是什么、你住哪里等更私密的资讯。通常骗子准备的资料有限，被你一问可能就结巴了。另外，一听到货到付款金额达数千元，更要马上怀疑，亲戚送礼怎会还叫你出钱？这很不合理。还有一招简单有效，挂掉电话，打给真正的亲友，千万别怕冒犯，宁可多此一举确认，也不要相信电话中不露脸的声音。诈骗集团往往要求长辈不要告诉别人我要给你惊喜，这更是危险信号。凡是要你保密不跟家人说的，多半就是心怀不轨。值得一提的是，这手法不仅用在长辈，年轻人有时也会遇到假装朋友寄礼物。例如，骗徒假冒你的老同学，在 LINE 上说寄了结婚喜糖给你，给了单号要你收货、付运费等等。所以所有年龄层都该保持警惕，收到熟人寄来的包裹要求付钱时，一定要多方核实。一句话，先求证后签收，当心那所谓的惊喜背后藏着惊吓含损失。现在登场的是最具威胁性、毁灭性的一种包裹诈骗，假冒海关警察的包裹，涉案骗局。如果说前几种骗你几百几千块，这一种可能让人一生积蓄瞬间清零，精神和财务受到双重打击。手法是诈骗集团假冒国家公权力，编造一个你卷入重大犯罪的剧本，把人吓得六神无主，自投罗网。剧情通常这样开始：某日，小王接到一通电话，自称是某快递公司或海关。您好，我这里是 XX 快递客服，您的身份证被人盗用寄送包裹，有一件寄往国外的包裹在海关被拦下，里面发现大量违禁药品，这很严重，我们怀疑您涉入走私。小王大惊失色，连忙解释，那不是他寄的。对方语气严肃地说，您可能是被有心人士盗用身份，但现在这案件必须调查清楚，我可以帮您把电话转接给国际刑警、公安局，您务必要配合，不然可能有法律麻烦。小王半信半疑，但一听牵涉国际刑警，完全慌了，心想还是配合调查以证清白吧。接着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自称是某某公安处长或检察官，头衔听起来很唬人。他说，我们在查一宗跨国洗钱毒品案，你的名字出现在嫌疑名单，我们现在怀疑你的银行账户可能用来洗钱，需要你把所有资金转移到安全账户，接受监管调查。这是为了保护你的资产不被不法分子转走，也证明你的清白。小王完全懵了，但这警官口气强硬，还爆出小王的身份证、字号、住址等资讯。小王觉得对方真的是执法人员，不敢不从，于是在对方指导下，
他把自己所有存款都分批转到了对方提供的账号，转完后，警官说调查期间不能对外声张，否则妨碍办案。几天过去，小王联系不上那位警官，发现自己辛苦积蓄的数百万早已不翼而飞，才惊觉遭遇特大诈骗，顿时天塌地陷。这就是著名的假包裹涉案诈骗，在台湾、香港、大陆各地都害惨无数民众，尤其是老人家和家庭主妇。它的可怕在于骗徒演得太真，从快递客服到海关人员到公安警官，一环扣一环，让被害人一步步深信不疑。很多人一辈子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突然被指涉嫌犯罪，早就慌了手脚，只想着怎么洗刷冤屈，结果完全被骗徒牵着鼻子走。有人可能问，这么荒唐的剧情怎么还有人信？但你设身处地想，一通电话同时击中你的恐惧和疑惑，加上对方能说出你的个资，再以官方口吻威吓，不给你冷静思考的时间，真有人会乱了方寸。诈骗分子甚至利用技术让电话的来电显示看起来像公安局或检察院的号码，又或者一开始根本是录音诈骗，这里是某某法院，您有一份传票未领取，一步步引诱你回拨所谓官方电话，整个过程如同电影情节，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如何对抗这种心理战？其实只要记住一条铁律，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汇款转账，任何提到什么安全账户、资金清查的100%是诈骗无疑。真的怀疑你犯罪，也会传唤或上门调查，不可能电话办案，更不会指导你转钱。此外，一听说你的包裹牵涉违法，请先冷静想，我有寄过这种包裹吗？如果没有，那就是别人冒用，不关你的钱的事，干嘛要你掏钱配合调查？诈骗者就是怕你冷静，所以不停给你压力和恐惧。如果接到此类电话，最好的做法是立即挂断，然后你可以亲自打电话到官方单位咨询求证，例如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拨打当地警局的公开电话号码。不要跟对方提供的任何号码联系，因为很可能前后都是一伙骗徒。别相信来电显示手机号码是可以伪造的。还有个关键，这类骗徒喜欢要求保持通话不断线，或者不准告诉亲友。只要有人这样要求你，就应该猛然惊醒。真正的警察不会怕你求证，更不会不让你和家人商量。越是催促你汇款保密的，越可能是陷阱。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先到附近派出所当面核实一下。通常话一出，对方就慌了。如果是骗徒，他一定百般阻挠，而真警察绝对支持你亲自核对。总之，千万记住，包裹藏毒、账户涉案这种天降横祸的剧本，99.9%都是诈骗。不让他吓破你的冷静，你就赢了一大半。说了包裹诈骗的外部手法，我们再看看包裹本身也可能暗藏玄机。第6种诈骗是近来兴起的包裹内附诈骗资讯手法。骗徒不直接从外面诈你钱，而是把陷阱藏在包裹里，等你自己打开看时中招。这种情况常发生在你真的有买东西收到包裹，或者骗徒干脆乱枪打鸟，寄小礼物给你，引诱你上当。有一种案例是，李太太某天收到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一个精美的小手机支架，还附带一张贺卡。贺卡上写，亲爱的顾客，恭喜您成为我们100万用户中的幸运儿，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1000购物礼券，感谢您的支持。李太太一开始还纳闷，自己没印象买过这家的东西啊，怎么会无缘无故寄来礼物？但看到实体的小礼物都送上门了，再看看卡片印刷精美，似乎很正规，加上贪着$1000购物金，他心想试试看无妨，于是拿出手机扫了 QR code， 结果画面跳出一个网站，要他输入姓名电话，以便领取礼券。李太太填了，不久网页又说，请绑定您的银行卡，以便发放奖金。他犹豫了一下，但转念想，反正小额而已，就输入了卡号和提款卡密码。谁知道几分钟不到，他手机简讯连番响起，银行通知他刚刚几笔转账共扣了5万元。李太太大惊，发现账户里的钱被转走，才如梦初醒。原来那看似好心送礼的包裹，是钓鱼诈骗二维码指向的，压根不是什么购物中心官网，而是一个诈骗付款页面。
那1000元礼券当然也子虚乌有，填写的资料全被拿去盗刷了他的银行卡。还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反映收到莫名包裹，里头只有一张纸条，写着你的好友送你一份神秘礼物，请扫码领取。纸上 QR code 扫开后是一个 APP 下载页，说下载某某应用即可领取礼物，结果下载后手机就中毒或被监控，后患无穷。为什么会有人无缘无故收到这种带 QR code 的包裹？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广撒网的新招，他们透过非法取得的个资地址批量寄出这种礼物包裹，里面的东西价值低廉，却包装得很精美，再用奖品诱惑，一旦有人上钩扫码，他们就赚到了。有人或许会说，寄出东西还不一定骗得到人，这不是本小利薄吗？但别忘了，他们往往不只骗1-2个，而是一次寄出几千几万份，哪怕1/10的人扫码，他们都可能大赚。这跟邮寄诈骗信件幸运刮刮卡是类似的老把戏，现在翻新成了2维码版，而且2维码一扫就可能安装恶意程式，比起传统回信回电更隐蔽有效。面对这种包裹诡计，我们该怎么做？原则上，对来源不明的包裹礼物要有戒心，天上掉下的礼物不要乱捡，特别是内容要你扫码、加好友、填资料的，一定先怀疑，先想这礼物谁送的，是真朋友还是假惊喜？如果完全对不上号，那10有8九是诈骗。千万不要扫描包裹内陌生的 QR code， 这句话值得每个人牢记。现在诈骗手法高明，他可能在你购物的真包裹里夹带一张活动卡片，你还以为是商家做活动回馈客户，特别容易中招。所以无论如何，不认识的2维码不乱扫，不点击莫名其妙的短连结网址。如果真好奇，可以用另一台干净的设备查证，例如用电脑的搜寻引擎，输入卡片上的活动名称，看看有没有诈骗警示，而不是直接用自己常用的手机去扫。更不要在扫出的网站上输入银行卡等敏感讯息。现在许多支付都有多重验证，骗徒可能就是透过扫码植入木马拦截你的简讯验证，转走前还让你一头雾水。政府单位也提醒，进来陌生快递里的各种2维码、兑奖券都可能是陷阱，千万别随意扫描，万一扫了也发觉不对，要立刻卸载下载的 App， 并且对手机进行安全检查，同时通知银行检查账户有无异常交易。包裹诈骗已经从外面的货到付款，进化到包裹里的2维码连结陷阱，真是让人防不胜防。我们只能更谨慎，对于任何额外的惊喜好康，保持一颗怀疑的心。毕竟我们上网购物，商家不会无故多送大礼给我们，如果真有，也应该在官网或 App 公告，而不是夹张私人印刷的卡片要你扫码。揪出这些不合理之处，就能揭穿骗局。最后一种诈骗手法可以称为假客服退费诈骗，是一种2次收割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真的买过东西，包裹也正常送达并签收了，事情看似顺利结束，但骗徒却在事后补上一刀，让你为已经完成的交易再付出额外代价。这招通常发生在你刚买完东西或退换货过程中，骗徒假扮成商家或客服人员联系你，谎称要给你退款或赔偿，结果诱导你进行错误操作，从而盗取金钱。想象一个场景，王小姐前阵子在某购物网站买了一台小型扫地机器人，用货到付款方式支付，货也收到了，用得很开心。突然几天后，她接到一通自称 XX 购物网客服的电话，对方礼貌地说：您好，是王小姐吗？我们这里是 XX 网，有件事要通知您。您之前购买的那款扫地机器人经发现批次有瑕疵问题，公司决定召回并全额退款给您，真抱歉造成不便。王小姐有点惊讶，但对方把她购买商品的型号、金额都讲得很准确，她想这应该真的是官方客服。于是对方表示退款可以线上办理，问她要走银行转账还是 ATM 退款。王小姐选了 ATM 退款，接着客服小姐非常贴心地指导她，您方便现在到附近 ATM 吗？我们会进行身份验证和退款程序。请选择语音服务，输入我们客服代码。王小姐依言操作，没多久 ATM 吐出几张单子，她一看傻眼了，那些不是入账，而是转出了她自己户头里的钱。她立即质问电话那头，
对方马上挂断消失。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真客服，而是诈骗集团利用他刚购物完的资讯，冒充客服诱导他到 ATM 转账，把他的钱骗走。事后想想，其实王小姐之前货到付款给的钱早就付清，哪来的突然退款呢？但诈骗者话术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另一个变化是假物流赔偿。李先生收到快递后，发现商品有损坏，于是他按照正常程序向卖家反映退货。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自称物流公司客服，说非常抱歉您收到的物品损坏了，我们愿意赔偿您一笔损失费用，请问您的银行账户号是多少？我们尽快把钱转给您。李先生一想，物流肯赔钱当然好啊，就把银行账户提供了。对方接着说赔偿需要核对身份，要求他提供身份证字号、户头余额以确认赔款金额。李先生隐约觉得奇怪，赔钱要核对余额干嘛？但对方振振有词，因为我们常遇到诈领赔偿的事件，需要确定您的账户状况，避免重复理赔。李先生半信半疑提供了一些资讯，挂电话后，他越想越不对，赶紧自行联系物流公司，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号赔偿流程。他立刻更改了网银密码，好在账户暂时没事，但许多人可能没这么幸运，直接被套走更多隐私资料，后续被盗领金钱。这种假客服诈骗为何能取信于人？关键就在于资讯吻合。骗徒通常是掌握了你近期的购物或运送资讯，可能是物流资讯外泄，或他们冒充卖家联系。当他能准确说出你买了什么、多少钱，甚至提供所谓订单编号，你很容易相信这真的是正规客服来处理问题。而退款、赔偿本是好事，更让人放松戒心，觉得对方在给我钱怎么会是骗我钱？但别忘了，给你钱之前要你做一堆步骤，甚至去 ATM， 这就不合理了。真正的线上退款通常直接原路返回，或请你提供账号后让你等待，不会要你亲自去操作转账，更不可能需要你提供密码、验证码等机密资讯。如何防范？首先，当接到所谓客服来电，不要直接相信电话显示或对方自我介绍，应主动挂断后，通过你购买的平台官方客服管道求证，例如在购物网站 App 的客服聊天室询问，或者拨打商品厂商官方电话，确认是否真有召回退款这回事。其次，任何涉及金钱操作的指示都要高度怀疑。ATM 机只有汇款转账功能，没有什么单独的退款程式。如果对方叫你到 ATM 依照他的步骤按，其实就是在引导你把钱转出去。千万记住， ATM 不会吐出现金给你做退款，只会把钱汇给别人。银行转账也一样，真正退款只需要你提供账号就行，不需要你输入密码 OTP 给别人。还有，不要随意在电话里透露银行余额、账户密码等资讯，正规客服不会问这些。只要有人问你钱有多少、卡密码多少，多半不怀好意。此外，针对这种利用已购交易再诈骗的现象，我们也要提防个资外流。在收到真正包裹后，可以把外包装上印有自己姓名、地址、电话的运单撕碎，不给有心人二次利用的机会。毕竟很多诈骗就是透过捡来的快递单取得客户资料，再对号入座，假扮客服行骗。我们日常多留神这些细节，也能减少上当几率。以上我们深入剖析了7大包裹诈骗手法，从幽灵包裹、假广告下单、假快递连结，到冒充亲友送礼、假海关涉嫌犯罪、包裹内码上有诈，再到假客服退款骗局。乍看之下，骗徒手法五花八门，防不胜防。但仔细想，其实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贪小便宜、粗心大意、信任亲情、恐惧权威、追求幸运、善良顺从等等。一个小小包裹击中了我们内心各种情绪按钮，骗徒就顺势牵着我们走向陷阱。在网购已成日常的21世纪，诈骗集团瞄准包裹大做文章，可以说非常与时俱进。过去我们担心钱财被偷被抢，现在则要担心家门口那箱看似平凡的快递，特别是家中长辈，更是此类骗局的头号目标。他们对新科技不熟悉，网购经验少，却容易相信他人的善意或权威，更需要我们年轻一辈的提醒和保护。或许有人觉得
我这么精明，不会上当啦。但是别忘了，骗子也在与时俱进，他们不停研究人性，升级骗术，有时巧连环的计谋，连年轻人都真假难辨。比如假冒警察那一招，就曾有高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误信，结果损失几百万的惨剧。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能做的就是掌握资讯，多长个心眼。当你知道世上有这些招数，在情境来临时就能提高警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最后再次总结几个关键防诈原则送给大家。第一，不明来历的包裹坚决不签收，没订购的东西任它送到超商或家门，也不要贪小便宜代收。第二，涉及钱款操作要三思后行，任何要求你汇款、输入金融资讯到 ATM 的指示，都要先停下来冷静确认。第三，多与家人沟通，尤其长辈如有可疑包裹电话，要及时跟年轻家人商量，不要一个人私下处理。诈骗最怕的是我们串通起来互相提醒，谎言就无所遁形。第四，凡自称公务机关电话办案的，一律挂断，真有事上门处理。电话威胁90%是骗局。第五，不扫不明码，不点不明链，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后悔。当前包裹诈骗仍在猖獗，而且不断翻新花样，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们试图猎捕的下一只肥羊，唯有保持警惕，更新防诈知识，才能不落入圈套。也许诈骗集团还会想出第8种、第9种手法，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我们心中捧着那根弦，就不怕他们出什么老千。当你接过一个包裹，请记住今天的提醒，在签收前多问一问，这箱子从哪来？这笔钱该付吗？这惊喜合理吗？多问1秒，胜过事后悔恨10年。希望大家看完这些案例，能够提高警觉，也帮忙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现在诈骗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用一个小小包裹就能引发大祸，但我们也不是无力招架。知识就是力量，防范就是最好的解药。让我们一起拆穿骗局，守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心。记住，千万别随便签收可疑的包裹，宁可当下拒收搞清楚，也不要事后追悔莫及。毕竟，再诱人的包裹，如果来路不明，都可能是一把打开你荷包的钥匙。而再狡猾的骗徒，只要我们不配合演出，他们也唱不下去。保持清醒，谨慎以对。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藏着我们对抗骗局的勇气。下次当骗人的包裹送上门，我们要做的就是扬起微笑说，不好意思，我不签收。守住这句话，也就守住了我们的财产和生活的平安。祝大家都能远离诈骗，平安收获，安心过日子。